坐下。咱们这届的空气动力学，现在就剩下你们这7个人了。如果你们不是去赴死，就好好的学。将来咱们的国家需要科学啊！我讲到哪儿了？空速过快可能产生油蒸气，堵塞油路。为了避免气塞，必须要使用沸点更高的煤油。好。老头，快进去，快！大家快点儿！快！大家往里边走，快进去，快！咱们的飞机飞得好低呀！快，金豆，快！吴然啊，你说会不会别的地方还有新出来歇这3个字？哎呀，你真是个痴人，赶紧走吧。山田は正しかったな。中国空軍もゼロ式の戦闘力の前では反撃する気も失ってしまったようだ。下にいるのはみんな臆病者。今回俺たちの任務は無差別爆撃だ。どっちが先に命中するか。俺たち大日本帝国空軍とやり合いたいのか。身の程知らずのアホめ。在昆明的天空中，有一架中国战机只身迎敌，他试图驱逐8架日本敌机，哦，不是9架。全国人民为这位英勇的飞行员祈祷。肖总编，你看我这样开头如何？兄弟，沉住啊！高机点滚筒，西山号摆脱狙击。文渊，你可千万不要受那冈山的影响。这个人，外称君子之名，内行苟且之事。就是因为阴代理法考出版了，他急了，所以故意过来跟你捣乱的。
印代理法考，我从头至尾仔仔细细看，相当的严谨。啊，我说的话你听进去没有啊？他的魂儿还在阴虚呢。海棠姐姐，有件事我没有搞明白，那个辛帅西是不是因为在甲骨文上有另一种写法，所以那个日本人不承认那就是辛帅西？嗯，辛帅西在甲骨文里面最常见的是这一种。这星字倒是有趣，倒像3根火炬。那个日本人说的真人又怎么写啊？真人啊，我会写顶字，你看。这些都是早已破译公认的。啊，林伯伯，林伯伯，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甲骨学家认定甲骨上的钻凿烧灼的痕迹，是真人用来占卜用的，所以他们认定甲骨文是用来记录卜辞的。但是因为我亲自制作过龟壳。无论如何都不能使纹路做的一模一样，因为每一次纹路都是随机的。纹路？对，如果是随机的，那纹路便会有上千万种。这样一来，如何占卜啊？你接着讲下去。所以，大家公认的卜辞之说，会不会不一定是对的？海棠，不懂就别瞎问，这还没到半瓶子水就在这瞎逛呢。我觉得海棠说的有点道理。那也不能瞎说啊。老孟，治学的人啊是要辩证的看问题，同时也要具有质疑权威的能力。哎，你还记不记得夷古派否定上古史的那段时间？咱们大学一夜之间所有古史课本全改，待民国25年，考古重大发现对应《史记》当中的殷本纪，才知道商代这段历史是真实存在的。多所大学开课前又换回教材，这便是在探索之中秩序。所以说，海棠说的不一定都对，但是他的思维模式却值得鼓励。林伯伯，冈山说，如果您教不出武丁甲，那您的印代历法考就不作数。其实，让我再想想，你讲的是有道理的。东拐5报告飞行高度，高度4000。东拐5拉升至编队高度。东拐5拉升，7号以1敌9，撑不了多久的。东拐5拉升，死就死吧。西山号左翼中弹，腋下37中弹，发动机罩中弹。何をする気だ？俺たちの機体に体当たりする気だ！早く避けろ！右方向から中国空機の襲撃！
敌机失去战斗力。西山号、洞95到达编队高度，与你并肩作战。洞拐5到达编队高度，与你并肩作战。申请执行飞行修仙。洞95、洞拐5，剪刀交叉，机尾掩护。我拉高2万，临时过载这下发动机可能失灵。等我拉俯冲，你们找机会干他。你散热器撑得住吗？干就完了。零式，击落一架，太好了！洞拐5续航时间10分钟。洞拐5返航。重复，洞拐5立刻返航。无论多强大的对手，都必然有他的弱点。96陆攻22型的弱点就在它的护尾机枪处，这是它的视线盲区。咱们从后方副高度进入，自下向上追击敌方尾部。奴らは逃げたぞ。又击落了一架96陆攻，好。报告教队长，我军此役以3敌11，在浮油炸弹助力下，击伤1架零式战机，击伤3架96陆攻，成功驱离敌机群。我方1架霍克3被击伤。好，马上报告给重庆。是。把发布会开完，剩下的事儿以后再说啊。林先生，我们还是说回发布会的主题吧。像《英代利法考》这样的著作，国人期待已久，它的作用不亚于刚刚升空迎敌的战机。同样，它也给那些试图颠倒黑白的文化入侵者以痛击。说得好，我是金融界代表，我今儿代表金融界向富华大学捐款。我这副行长，对不起。我得先说2句。好，诸位，大家都知道，我林文月是一个做学问的人。我这一生追求的是做人的自由和做学问的严谨。我不得不跟大家说一下，“兴帅熙”这3个字，如果在甲骨和青铜器上找不到相同的表述，那这个单独的论点，它不能成立。冈山信一先生刚才的疑问是对的，我要跟大家说对不起，我对不起大家，请大家再给我一些时间。但是我现在必须要宣布，意大利法考停止发行。
林教授的意思是，《殷代历法考》这本书现在还存在着一些小小的疏漏，哎，但是丝毫不会影响。你也是一个做学问的人，如果连基本论证都不能成立的话，那这本书就要推翻。林文月，你应该支持我。父亲，王行长，林先生，您果真是一生不说假话，谢谢您。呵呵。父亲，我觉得林伯伯这样做是对的。林伯伯，我支持你。楚总，张启刚打了场大胜仗，要从唐教育长手里把张启带走，恐怕很难吧？张启想当空战英雄，没那么容易。这件事情我们要踩一脚进去。之前让你查的丁焕生把资料找出来，我要向航委会好好汇报一下情况。是。41、42、43。队长，东119中了43弹，这些弹孔都是他的勋章。怎么了？首战就成功击伤敌机，怎么还没精打采的？其实我那天坐在机场里的时候，一直抖，摁都摁不住的抖。要不是念乔哥叫我再战，我可能就掉头跑回来了。头一回作战嘛，害怕很正常。不是头回。在南苑我那天若不是你来救我，我早就死了。那你为什么来考航校？我想做个英雄，就像破山哥和你那样。你知不知道，我第一次飞动119的时候是什么样的？那个时候卖给中国的霍克3是淘汰机型，我自己都没想到，头一回飞，起落架就收不回去了。要不是二哥那天给我领航，我可能早就摔死了。然后我就跟得了病一样，半个月都碰不了飞机，一碰就吐。翻江倒海的啊！你还恐飞？嗯。那后来呢？后来二哥急了，他把我蒙着眼睛带上了山顶，让我跳下去，说如果没死的话，就得去飞。我当时觉得是必死无疑了，结果没想到，山底下是湖水。这招，念乔哥也对我用过。所以哪有什么英雄呀？有的人可以向死而生，但是绝对不是因为毫不害怕。相反，英雄是惜命的，只不过他们惜的不是自己的命，而是更多人的。
17号那天，你可以为了脚下的土地，还有身边的百姓而战。孟海辰，队长，你放心，我豁出去了，地上的人都指望着我们呢。对了，队长，我刚才去吴家坝，听一个机械师说，曾伯伯昨天管他要了西山号的油箱残骸。张启、孟海辰，这位是航空委员会的邵副主任。邵副主任这次来呢，是为了11月17日空战一事做重要指示。民国29年11月17日，韩光中队队长张启、副队长曾念桥、队员孟海辰，在没有上级下达作战命令的情况下，抗命起飞作战，有违中华民国战时军律以及陆海空军刑法第27条。第47条之规定，队长张启更是将其上级长官挤压于塔台，其行为尤为恶劣。谨奉中华民国航空委员会军法科之令，扣押张启、曾念桥、孟海辰3人，不日送军事法庭会审。张队长，今天这个场景是不是很眼熟啊？邵副主任，这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张启他们以3敌11，还击伤了对面4架战机，这是大捷呀！怎么还送军事法庭做会审呢？唐教育长，航委会对空军军官学校的军令是什么呀？我这有记录。当天你下达的命令是命令洞拐5立即返航，这个洞拐5是孟海辰的座机。其次，张启申请韩光中队请求出征，你的回答是2架零式还在，请求驳回。我的阐述一字未差吧？肚子旖旎。抗命冲天是我一人所为，与教育长还有其他人无关，不只是队长，还有我，还有一个曾念桥。先把他们俩带回去，等找到了曾念桥，一并看押。林伯伯，是不是只要把2张拓片缀合在一起，就能找到因为破裂而失去的甲骨文了？对，我就是在找兴帅熙在甲骨文还有经文上面相同的表述。可是爸爸，富华历史系的拓片并不齐全呀，如果不在这些拓片里面怎么办？所以啊，你妈不是去了重庆吗？我跟史语所申请了，把所有的甲骨文还有青铜器拓片都复制一份带过来。这可是个大工程。这样吧，林伯伯，我之后一下学就来帮你一块缀合。不仅仅是缀合，阴代历法的计算是非常复杂的，动不动就是20几位数字，而且不仅仅是一遍，要反复的演算。我就在想，我们是不是应该成立一个专题的数学组？那我去找数学系的高伯伯来帮忙，他搞了一个手摇算筹，听说比算盘可快多了。是。那
再建立一个天文组怎么样？把我们国家历史上的6种历法全都拿出来做相互考证。考啊！那这可不得了，算得爸爸头发都白了都不见得算得出来。我再找些同学帮你爸爸一块儿，人多力量大。钱呀，嗯，爸爸考你一下，这是什么字？认得吗？这是妃子，看，像不像2只翅膀？哎，爸，念巧哥哥他们这次冲天作战可太振奋人心了。我好多男同学都说像他们一样参军去呢。爸，我有点想转系了。我想从物理学转到空气动力学。我想以后帮念巧哥哥他们修飞机。念巧哥哥，念巧哥哥，你不能因为念巧哥哥把你自己的专业都改了吧？啊？都在哪？在。进来。念巧哥哥，说曹操，曹操到。来了。来了啊，念巧，你怎么来了？哦，我是去找我父亲拿浮油炸弹的高空测试，顺路过来看您的。去看师傅，我跟你一块儿去。林伯伯，我能带钱去看我父亲吗？走，快。哎。千英啊，我经常梦到你刚刚那样的笑声。念巧哥哥，你知道我爸为什么让你送我去我师傅那儿吗？哦，可能是让你监督我父亲吃饭吧。不是，他自己也不好好吃饭，我还得监督他呢。那可能是嫌藏务室里太吵了吧？才不是。那我也猜不到了。我爸他不反对我喜欢你了。千英啊，在天上作战是所有军种里面最危险的。其实我不希望你喜欢上我这样的人。晚了，我从小就喜欢你，一直喜欢。你说的这些我不怕。元英姐、海棠姐，我们都一样，只要真心喜欢一个人就不会怕。只是，念巧哥哥，你喜不喜欢我？我喜欢的。那是哥哥喜欢妹妹那样，还是启哥哥喜欢海棠姐那样？钱呀，其实我……你是曾念乔？我是，跟我们走一趟。张队长，这是我们第3次打交道，我呢有一种棋逢对手的快感。这回我有足够的把握送你成人，但究竟要不要弄死你，只在我一念之间。你我都是明白人，不妨直说，武丁甲这个东西与你这样党国精英飞行员无关，不妨帮我找到它，我也好和上级有个交代。至于你之前的所有罪行，我都可以帮你摆平。我保证，不仅给你和手下自由，还会给你嘉奖，还你英名，如何呀？当年金之烈
托付的不是曾念桥，而是你。我知道武丁甲就在你那里，你想保护他和与他有关的人。但如果你要是不够聪明的话，不仅曾念桥和孟海臣会陪着你殉葬，连与武丁甲有关的所有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包括孟家人。如果你敢动他们，我保证，你会比我击落的那些日本战机死得还难看。冷静，冷静。起立。坐。11月17日，张琪等3人违抗军令一案，现于空军军官学校设临时军法会审庭。本审判长代表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主持开庭。本案在昆明发生，白飞督办乃党国委任于昆明地方事务负责人，故本案请白督办督审，并由航委会军法科副科长兼空军军官学校政训处处长陆子怡作为审判法官之一，代表本庭向被告人提问。白督办，您看，陆处长，请。当时真没有来。我爸昨晚打了一晚上电话联系，说咱们今天直接找黄主任，不过他说没把握。到了再说吧，5分钟之后起飞，到了重庆原地待命。是。通知商务坝机场给我备车，落地我就走。是。被告人张琪，近半年来，昆明的空防政策是什么？避战，严禁升空，仅以多种警报及地面防空力量加强防守，避免无谓牺牲。那你是否多次公开表达过不满？近半年来，敌军屡犯云南上空，我军因畏惧、退缩，采取避战政策，导致国土受损，百姓受难。滇缅、滇越线屡次瘫痪，滇缅线上最重要的交通枢纽汇通桥被敌军派出上百架次狂轰滥炸。1112空袭，昆明损失惨重，百姓死伤无数。以上种种，皆是因为避战导致错失战机而致。我本人多次通过正常渠道向上反映，明确陈述意见。此政策乃中央航委会为保存我军实力而下达，其目的是为了保存我军力量，
在合适的时机殊死一战。张启奉命，率韩光中队保护昆明上空。11月17日，在判断敌军将对昆明展开无差别轰炸，我军军事基地、战斗物资、军民生命皆在其轰炸范围内，生死已瞬。倘若张启不下达作战命令而延误战机，那么西南战线即将功亏一篑，党国空中防御还何谈将来？由此产生的所有责任，卑职愿一人承担。审判长，从被告的言语可以清楚判断，此人藐视航委会政策，无视上级，为所欲为。11月17号当天，率领所部抗命升空，确系有意违背军令。当日，现场第一指挥官为空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唐世珍，其下达命令准确无误，命令洞拐武立即返航，且驳回被告人张启出征之请求。然，张启率领曾念桥、孟海臣3人驾机升空，明显违背军令，且张启负主要责任。审判长，陆处长，我看航校的唐教育长也是主要证人。可惜他今天不在庭内呀，没有他作证，这个结论只怕是下得太早了吧？白督办，当日证据，塔台的3名地勤人员可以分别作证。陆处长有所不知，吴家坝军事机场的第一指挥官是唐教育长，我怎么不记得下达过不许战机升空保卫昆明这样的命令？白督办，会不会您这么大的事情，我不会记错的。陆处长，暂缓下结论，继续听取证据。好，请韩光中队队员孟海臣出庭作证。海臣怎么是证人？孟海臣知道违抗军令是何罪吗？是死罪。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现场指认张启，我就可以为你转成证人。我不会指证我的队长。好啊，那就看看自己的德行。孟海臣，当天你是奉谁的命令起飞的？奉队长之命，作为巡逻战机，诱导敌机群进入浮油炸弹群。浮油炸弹，这个浮油炸弹，在之前的空战中可有先例啊？没有，没有。那我倒是很感兴趣了。这是谁的提议？是队长张启。那张启提出浮油炸弹的建议时，队里有没有过反对意见？原话是：浮油炸弹在重庆上空仅用过2次，便为航委会明令禁止。这话是我说的，但浮油炸弹在作战中确实起到了决定作用。坐下，不准说话。是，陈作战官是说过这话。但我们这个浮油炸弹群已经经过安全改造，可避免原来如证人所说，11月17号当天，张启首先违背了航委会禁止使用浮油炸弹的命令，其次
又违背了乌家坝机场的避战令。孟少尉，我再问你，当日完成任务，按照唐教育长的命令，应该立即返航，为何又再次升空？这又是谁下的命令？你现在有2个机会：第一，张启和曾念桥一起死，再加上你这个垫背的；第二，张启一个人死。自己好好想想，该怎么说。是我下的命令。看来，陆审判官作为高层指挥官，不太了解我们前线作战的层级管理啊。我的直线上司是唐教育长，而孟海成和曾念桥的直线上司是我这个寒光中队的队长。他们听从我的阵前命令，倘若下达作战命令，他们赶不起飞，我有权直接击毙临阵脱逃者。所以，我负全责。11月17日，曾念桥驾机释放浮油炸弹，孟海成为巡逻战机诱导敌机群，是受命于我。返航途中，也是接受我的命令升空迎敌。教育长只让我承担升空之责，这一点可以求证在场证人。审判长，这一点倒是与其他证人证词相吻合。孟海辰，你可以退庭了。升空作战我是有责任的，不是队长说的那样。立即退庭。哎，不妨让他说2句吧。不过我有些累了，先休个庭吧。休庭。若是损失了寒光中队，对我们云南的空防是极为不利的。那，督办您的意思是？唐世珍不会放着张启不管，肯定会有所行动。咱们就一个字：拖。好，督办您近日身体也是过于劳累了，我这就去通知庭上，让他们多休几回庭。我要看看教育长跟我有没有默契。11月17日那天，抗命的绝非队长，我也违抗了命令。动拐五油量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10分钟续航，我没有听令返航。民国27年，寒光中队用几乎全队覆没的代价在杭州抗命，保护杭州百姓。半年前，寒光中队队员曾鹤山抗命，是为了不伤害地面百姓，错失迫降时机，与战机一起陨落。我抗命，是为了击落敌机，保护百姓。如果因为我们抗命就判队长有罪，我不服，我要申诉到底。陆处长，我想提醒你一句：寒光中队是我昆明空防倚仗的长剑。今天这个审判若是乱了军心，那我们大家都吃不了兜着走吧。白督办，请看这份资料。孟海辰，你在加入空军学校之前是做什么的？我再问清楚一点，之前你当过兵吗？
当过。什么兵种？哪支军队？驻扎何处啊？陆军，国民革命第29军37师，学兵训练团。民国26年7月驻扎北平、南苑。你明明是陆军，为何又改成了空军？我受伤了，学兵团也没有编制，解散了。受过伤，伤在何处啊？孟海臣，我再问一遍，伤在何处？我是背部的伤，是在逃跑中中的弹。对，我是个逃兵。是我在接到军训团教育长张寿龄下达的各大队全体撤出的命令之后，跟学兵团们自行突围，背部中弹。是我们被迫放弃了北平，把数百万百姓扔给了日本人。在那之前，我们的军队放弃了东三省，是不是逃兵？在那之后，我们又丢掉了半个中国，这是不是逃兵？自民国20年到今天，日本侵我国土已有10年，我们的政府却迄今未对日本宣战，迄今仍在和谈。七七事变，中华民族的全面危机，竟然并非发生在边境，而是在北平，竟然在我中华民族卧榻之上，容他人肆虐。是不是逃兵？1117结案之后还会接着审，但是今天在这个庭上，你根本没有资格来搞煽动，把他押下去。你们韩光中队每一个人的资料我这里都有，你们做过什么？你们自己清楚。不要在这全抖出来，带偏整个审判的方向。难道我算错了？完吉谦这么重要的配合比，我怎么可能算错呢？曾念桥，这是什么东西？这是西山号的飞机残骸。虽然张启利用西山号的骨架重造了一架西山号，但仍有部分残骸存放在第9飞机制造厂。西山号是谁的战机？怎么坠毁的？请向本庭陈述。战机西山号，飞行员
曾破山。该战绩于民国30年428空战中油量耗尽，坠毁。那曾破山人呢？飞行员曾破山因迫降过程中失去跳伞高度，与战机一同坠落，阵亡。西山号是因为燃油耗尽而坠机，但曾破山阵亡了。据我所知，霍克3有一正一负2个油箱。我看过记录，以他们的滞空时间和燃油，不应该呀。西山号摘掉了副油箱，是谁摘的？曾破山吗？不是。擅自改造战机，有经过航委会的允许或是唐教育长的书面同意吗？民国26年，第4大队高志航大队长就曾经改造过霍克3，否则根本不会有814大捷。队长改造战机，虽然没有航委会和教育长的书面批准，但是上面都是默许的。默许？默许可以当作证据吗？若不是摘了副油箱，西山号不会坠毁。党国耗巨资培养的飞行员曾破山不会殉国，而张启身为队长，不致力于保全飞行员和战机，却私自破坏昂贵的作战武器，所谓何来？庭上，这值得深思啊！摘掉副油箱，是为了降低自重，提高空速。霍克3本身就是有缺陷的机型，是一种性能低下的战机。韩光中队数度空战，都是以少敌多。若没有队长的改装，根本与日机无法抗衡。1117一战，我们可以击伤一架零式，靠的就是快速的空中机动。陆审判官所言，非但非队长之罪，反倒是我队长之功。我只知道，依据中华民国战时军律和陆海空军刑法，此行为为战时毁坏军用设备罪，且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依据律法，最高可与战时违背军令同等之罪。综上，1117一案中，被告人张启战时违背军令，人证物证一应俱全，且自民国26年起便对我军军用设备进行破坏，依照中华民国战时军律和陆海空军刑法，进行罪行之确认，罪名之成立。现在休庭20分钟，稍后宣判。张启，法庭上的情况你应该很清楚了。战时违抗军令罪和破坏军用设备罪，你跑不了。所以呢？一旦罪名成立，就2个字：枪毙。你看看你呀，青年才俊，一表人才，又英勇善战，国之栋梁啊！就这么灰头土脸的死了，不憋屈吗？
是这样，之前我答应你的条件依旧成立，只要你配合我，一会儿在庭上，我定会找回你的清白。航空委员会的法庭被你操纵于股掌之间，又或者说，航空委员会的法庭能被你这样的人操纵，难怪中国的天空会被日本人划分成这般模样。我就知道张队长是人中龙凤啊，一眼就看出我陆某的能力，操纵倒是算不上。但是，我倒是有个好主意。若张队长愿意将武丁甲归还于陆某，陆某定会力推张队长进入航委会。你父亲捐飞机、捐公路，是举世公认的爱国富商。你又是个爱国将士，进入航委会，正好一扫重庆那边的萎靡之风。当然，我明白，你一心保疆卫土。但仅靠一个寒光中队，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你要去更高一层，这样才能实施你那套“你要战便作战”的主张。意下如何？那你知不知道？除了你要战便作战之外，我张启还有条主张：弹将无方。只识公理，不识时务，从不与豺狼做交易。好，你有种，那就交由军法处置。1117这个案子，案情简单，好判。不过，张启毕竟是空战英雄，若置他于死地，航委会那边恐怕还会再查，这唐世珍也不会善罢甘休啊。看看这份资料。这个丁焕生不是寒光中队前任副队长吗？他是共产党？这是我花了3年时间查出来的。这个人自民国23年起就潜伏于笕桥中央航校，我军对苏区的第5次围剿出动了中央空军，就是这个丁焕生泄露了机密，导致红一方面军总部顺利逃出沙洲坝，我空军无功而返。这么一个心腹大患，唐世珍竟然没有查出来，单凭这一条就足以让他无话可说。还有，丁焕生是张启的对付，也是他的僚机。张启本身就有通共嫌疑，我甚至怀疑张启就是共产党。这样一来，他破坏军机就有了理由。对这样的人开刀，有什么好顾虑的？毕竟现在是两党合作，共赴国难时期，通共这个罪名，只怕不方便公开呀。何须公开？今非昔比啊，邵副主任。可还记得皖南风波？重庆那边真正忌惮的，从来不是日本人，而是……陆处长提醒的对呀，我明白了。相信党国的事情，邵副主任一定会尽心尽力。那是，咱们是执行上面荣共、
防共、限共、反共8字方针，限制一党，是为正途。这个案子，看来邵副主任和陆处长都已经商量好了。那你们说吧，打算怎么处置这个张启啊？自然是依据战时军律来判。白督办，我知道你器重张启，但张启涉嫌通共，我劝你还是挥泪斩马谡。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没了张启，行委会还会再调来一个空防力将。您呢，有些嫌疑，还是不要往自己身上引，容易引火烧身啊。被告，现在允许你做最后陈述。被告人张启，战时违抗军令之罪名成立。根据《陆海空军刑法》第27条规定，敌前违抗作战命令者，判处死刑。同法第47条规定，违反上级机关或长官职权范围内所下达或发布与军事有关之命令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战时犯前项之罪者，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另张启战时毁坏军用设备罪罪名成立。根据《中华民国战时军律》和《陆海空军刑法》第48条规定，判处死刑。据以上律条，被告人将被合并执行死刑。我们不服，我们要申诉。鉴于战时一切从简从速，我宣布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退庭。队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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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这是航空委员会黄主任的手谕：1117一案，无论判决结果如何，发回重审。我错了，是我害死了某人。是我害死了他。诸位，因行委会有新指示，鄙人主持此次非正式协调会议，有部分当事人就1117当日情况做庭下阐述。请唐教育长先讲吧。11月17日，张启是奉我军令起飞迎敌的。有证人证实，当日你并没有发布升空的命令，这里
有所有的书面记录。他们哪懂什么叫军事指挥的默契？想必你陆子怡也不懂吧？默契？什么是默契啊？唐时珍，不要跟我玩文字游戏，就凭一句话，就想替张启脱罪吗？我是乌家坝机场最高军事指挥官，不凭我一句，难道凭你一句吗？111弃战，我是未按照航委会避战指示下的军令，并且双方达成一致，允许下属升空。接下来，我将陈述当天我所有的军事命令，而且对自己所有的言辞担负责任。好，就算是张启等人抗命升空属于合法军事行为，这些你怎么解释？这个丁焕生涉嫌通共，他是张启的僚机，我们怀疑张启也有通共的可能。你今天保护的，很有可能是个共党分子。今日保下了他，他日对党国造成怎样的损害，你应该很清楚吧？这些所谓的证据都是捕风捉影，没有一个是确凿的。丁焕生已经为国捐躯，而张启跟随我7年，我很清楚他是不是共产党。我唐某人为党国尽忠服务28年，我以我的身家性命名誉虔诚担保，张启绝非是共产党。如果他是共产党，我第一个开枪杀了他，然后再自裁谢罪。担保，试涉党国安危，你以为你是谁呀？担保。我是谁？我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航空队第1期学员，也是航空军官学校的教育长。怎么了？我没有资格担保我的学生和我的下属吗？陆子怡，你知道军委会在最近几个月将第5军、第6军已经调往了云南，又重新组建了第66军，预计10万余军在近期先入缅，是为什么？就为了保护滇缅公路这唯一一条暂时的输血通道。正值内忧未患之际，你们政训处就不能跟我们教育处一起保护航空安危吗？自打你来到航校，经常是无中生有的罪名扣押、侮辱飞行员。你是为党国安危着心吗？还是别有用心，公报私仇？陆子怡，我问过你，党国培养一名优秀的飞行员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你要再跟我无理取闹，我唐某人也不是吃素的。我呢，也是为党国尽忠尽职的人。如果有一天党国需要，我也会毫不犹豫的为党国献身。枪，你收好，留着保命。但张启，你保不住，就算是抗命罪、通共罪都不成立，明天还会有证人指认他更大的罪证。请证人增目。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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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启，请。证人，请坐。证人曾木，复华大学理学院工学院教授，第9飞机制造厂的特聘技术顾问。接下来我将放一段录音，您听仔细。西山号控制高度，将飞离市区。西山号，我命令你立刻上伞。油箱振作，
机翼着火。这是428空战西山号最后与塔台的通话记录。曾教授，改造西山号是您一手主导的吗？这是我儿子的生物。证人，请回答问题。是否是您一手主导的？是。您自民国26年9月起，历任中央飞机制造厂第9飞机制造厂特聘技术顾问，又是复华大学航空动力学专业的创始人。我想请问，刚才的那段录音，您对西山号的坠毁原因有何判断？西山号摘掉了副油箱，空中滞留的时间就会缩短。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空中续航，就得提升燃油的辛烷值，所以我在燃油里添加了烷基醛。可否说得再清楚一点？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不学无术，就是防爆剂，就是那种为了防止油温过高，发动机爆震的那种。不过看来，曾教授的防爆剂并没有起到作用，西山号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坠毁的。曾教授，驾驶西山号的飞行员是令郎吧？很同情你。西山号的坠落，可能与飞机的改造有关。西山号的改造，摘掉副油箱是您的主意，还是有人给您下了命令？在改造之前，张启是否出示过高层同意改造的手谕？什么乱七八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要害怕。陆子怡，你别为难曾教授，改造战机的命令是我下的，战机也是我亲手改的。你闭嘴！不是他的错。战时越级决策，恶意诓骗技术顾问，私自改造战机导致战机损毁，同袍曾国山阵亡。张启，你这是战时有意毁坏军用设备，你这是放屁！张启，设计改掉副油箱跟这件事没关系，是我弄错了烷基醛的配比，是我的错。请注意你的言辞。我是实事求是。我问你啊，什么叫战时损坏军用设备？哎，但凡有点脑子的人，他们都知道，这不叫损坏，这叫改造。你们买的那个霍克3飞机，那就是美国寇克斯公司改造款。怎么？那美国寇克斯公司也是毁坏军事设施吗？一派胡言！你是干什么的？懂科学吗？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失误导致曾国山死亡？你儿子屈死
你就不伤心吗？我伤心呐！我伤心，国民党里怎么会有你这种人，不顾世事、颠倒黑白之人？至于我儿，他打当兵的那天起，我就将他许国了。哼，大丈夫许国，求人得人，父何痛为？他也是我的孩子，他的命运早晚也是这个结局。我给他的棺材板都备下了。你这种人，怎么会配跟他相提并论？无耻，小人，老糊涂！把他轰出去！先生，怎么着？怕我说话吗？啊！别动，别动！先生，宋主任，老实点。他是即将赴死之人，你凭什么审他？奸佞当道，国民党重用你这种小人，就是自取灭亡。袁崇焕是怎么死的？大明朝是怎么亡的？我念你是个读书人，你大闹法庭，有失你的体面。我会向你学校如实汇报。我治学不严，做人有悔，我早就没脸教书育人了。今天有你这样的小人去揍我一笔，我这个辞职书算是白写了。万老板，哟，白小姐，您来了。我的布料到了吗？早就到了。来，您2楼请，2楼请，2楼赏木。来，小心脚下啊。哎，走。哎，白小姐，里边请，里边请。好嘞，好嘞。老万同志，白振中同志，我现在代表中共昆明地下党组织负责任，交给你2个任务。请说。看一看，大家来为韩光中队写请愿书啊！看一看，韩光中队蒙冤空战英雄落难。看一看，来，大家来看一看，快看，大家看看，大家还记得以1敌8打下日本飞机的大英雄吗？这些都是他们的亲人，他们现在牺牲自己救了我们，反而被腐朽反动的委员会给抓了。大家应该为韩光中队请愿，救救他们。我不只为我的胞弟、我的亲人们而鸣冤，更是为了韩光中队的英雄们而呐喊。如果把他们困在囚笼里，那谁来拯救我们？是那些躲在背后陷害忠良的蛀虫吗？各位，1117空中一战，大家都亲眼看见了，这是任何谎言都无法掩盖的事实。各位乡亲父老们，是韩光中队救了我们，现在让我们来保护他们，为韩光中队请愿。
邵副主任，这万名市民请愿书登在报纸上，你看了吗？这个嘛，毕竟是军中内部军法会审，依据的是军法，而非民意舆论。那咱不谈民论，就谈军法。我想问问你们，如果用军机走私，军法该如何处置啊？走私，走私有实证的话是死刑。这跟韩光中队这些案子有关系？没有什么关系。前些日子我去了一趟重庆，听说了一件新鲜的事儿，说运输大队的方副队长在机舱底部私运了500多公斤的私货。这件事儿本来要捅上去，结果是你邵副主任给拦下了。唐教育长，这是何意？你有证据证明是我邵某人拦的吗？邵某人一向严守空军训条，对空军走私案绝不敷衍了事。邵副主任，你的香港户头每个月进账3两黄金，这些钱是方副队长给你的吧？唐是真的